1999年8月8日，在新墨西哥州的卡尔斯巴德洞窟国家公园里，一位名叫兰斯·马特森的巡护员正皱着眉头盯着一辆布满尘土的红色马自达轿车。这辆车已经在这里停了4天了。兰斯知道这辆车的主人，他们是2个年轻人，还申请了一晚前往响尾蛇峡谷的露营许可。那里是整个国家公园中最偏僻的区域之一，只有一条狭长的被灌木丛覆盖的小路可以进去，两侧都是高耸的峡谷绝壁，四周除了无尽的沙漠外什么都没有。按照规定，任何想要进入峡谷的人都必须填写详细的申请表，这样一旦有人没有按时返回，公园管理员就能第一时间出动搜救。那2个年轻人也确实填写了所有表格，但他们只申请了1晚的许可，现在他们已经超时整整3个晚上了。兰斯并没有太过担心，因为这种情况在公园也时有发生，他更多的是感到一丝烦躁。要知道当时可是夏天，最高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这就意味着他不得不顶着烈日徒步走进响尾蛇峡谷去找这2个人。于是兰斯带着一名公园志愿者踏上了通往峡谷的那条小路。他们走了还不到1英里，就看到一顶绿色的帐篷出现在路边的一块空地上。兰斯松了一口气，看来这2个露营者就在附近，这趟差事可以很快结束。但当他们离帐篷越来越近时，空气中开始弥漫着一种奇怪的味道，像是燃烧什么化学物质后留下的气味，地面上还散落着各种烧焦的垃圾碎片。更令人不安的是帐篷本身，帐篷拉链被拉得严严实实，但透过帐篷的轮廓可以隐约看到里面有什么东西在动，但无论兰斯怎么呼喊，里面的东西都没有任何回应。兰斯和他的同伴交换了一个眼神，2个人的心跳都开始加速。最后兰斯深吸一口气，拉开了帐篷的门帘，但他的发现将会揭开一起无比惨烈，以至于震惊了整个美国的户外事故。大家好，欢迎来到西马调查局，我是西马。故事还要从6天前说起。那天是1999年8月2日，大卫·科芬和他最好的朋友拉菲·柯蒂基安正从他们的家乡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出发，驾车一路向西行驶。他们的目的地是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的一所大学，大卫将在那里攻读环境工程硕士学位。但他们并不急着赶路，这趟旅程对他们而言不仅仅是一次求学之旅，更是一场期待已久的毕业旅行。路上的每一个景点都是这场青春冒险的一部分。而卡尔斯巴德洞窟国家公园毫无疑问是整趟旅程中最令他们兴奋的一站。与之前那些狭小拥挤的商业营地不同，这里是一片真正的荒野。在47000英亩的原始沙漠中，这里没有熙熙攘攘的游客，没有嘈杂的房车，这里只有无边无际的红色峡谷和蔚蓝的天空。对于大卫和拉菲这2个长期困在办公桌前的都市白领而言，这里简直就像是另外一个世界。1999年8月4日，他们抵达了公园的游客中心。大卫将车停在了公园停车场，然后申请了1晚的露营许可后，2人便携带着简单的露营装备走进了这片荒漠之中。第1天的行程非常顺利，这里风光壮阔，远离人烟，可以让他们尽情体会一把真正的荒野生存。第2天一早，当大卫从帐篷里醒来时，立刻感觉到一股热浪扑面而来。尽管当时还是清晨，但气温已经开始攀升。他拿起水瓶喝了一口，脑海中浮现出昨天那位公园管理员的面孔。那位管理员在帮他们办理露营许可时反复强调了一件事，在这片沙漠中，每人每天至少需要携带1加仑的饮用水，这是生死攸关的底线。但当他们离开游客中心后，拉菲却摆了摆手，他告诉大卫，那完全是危言耸听。拉菲的露营经验比大卫要丰富得多，他说那只是公园管理员的标准话术，实际上根本用不了那么多水。于是2个人只带了3瓶16盎司的矿泉水来应对这2天1夜的行程，这仅是管理员建议携带量的1/6。而正是这个决定将彻底改变他们的命运。昨晚他们已经用了其中1瓶水煮了热狗当晚餐，现在大卫手中的这瓶水也已经喝掉了一半，也就是说他们2个人加起来只剩下大约1瓶半的水了。但大卫并没有太过担心，按照计划他们今天早上就会徒步返回停车场，然后继续向加利福尼亚进发。他记得很清楚，他们的帐篷距离停车场并不远，只有几十分钟的路程，所以很快他们就能坐回那辆红色马自达轿车里，吹着空调，喝着冰镇饮料，继续上路。早上8点半，他们将营地收拾完毕后，大卫和拉菲背起背包，踏上了返程的道路。2人沿着记忆中的方向悠闲地走了大约1个小时。一路上他们看到了一些用白色石块堆成的小石堆，这是沙漠徒步中常见的路标，这让他们感到非常安心，说明他们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但1个小时过去了，停车场却依然没有出现。于是2人停下脚步，
经过简单的商讨后，他们觉得可能是自己记错了距离，毕竟昨天来的时候天色已晚，对路程的判断难免有所偏差，说不定再往前走几分钟就能到了。于是他们喝了点水后继续前进。就这样，两人又走了3小时后，停车场却依然杳无踪影。更糟糕的是，那些白色的石堆路标也消失了，周围除了无尽的灌木丛和沙石地面外，什么都没有。这时他们的水也全部喝完了。大卫和拉菲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们坐在一块岩石上，从背包里掏出了一张地图。但当他们展开这张布满等高线的地图时，两个人都傻眼了。那些密密麻麻的曲线就像一团乱麻，原来他们根本就看不懂等高线图。就这样，这张本应是救命的地图在他们手中变得毫无用处。此时已是正午，沙漠中的太阳毫不留情地炙烤着大地，气温已经超过40摄氏度。两人的衣服早已被汗水浸透，嘴唇也开始干裂。他们不仅身体上疲惫不堪，心里更是感受到了一股难以言喻的压力。他们知道自己有大麻烦了。最终，两人来到一处峡谷壁的阴影下，那里有一些稀疏的灌木勉强提供了一点遮蔽。他们背靠着滚烫的岩石坐下，一时竟不知该如何是好。就在这时，天空中一片厚重的乌云从远方涌来，遮住了暴虐的太阳。紧接着，一场短暂但猛烈的暴雨倾盆而下。大卫和拉菲就像两只沙漠中的蜥蜴一样，张开嘴巴迎接从天而降的雨水。他们疯狂舔食着岩石上的水滴，吸吮树叶上的露珠。这场暴雨持续的时间很短，能收集到的水量也很有限，但这足以给他们注入一丝希望和些许体力。暴雨过后，两人决定继续尝试寻找出路，但他们一直走到天黑，停车场却始终没有出现。无奈之下，他们找到一条干涸的河床，在那里重新支起了帐篷。这是他们计划之外的第2个夜晚。两人躺在帐篷里辗转反侧，无法入睡。他们开始互相安慰，公园管理员一定会注意到他们已经超时了，肯定会派人来找他们的。但在内心深处，两人其实都没有十足的把握。他们不知道公园管理员多久才会发现有人失踪，也不知道搜救队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找到这片荒无人烟的角落。但就在此时，他们看到远处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一排移动的光点，看起来像是汽车的车灯，也就是说那里有一条公路。这一发现让他们突然感到如释重负，因为这意味着他们不需要等待救援了，只要走到那条公路上，他们就能获救。那一瞬间，所有的疲惫和恐惧都烟消云散，两人带着重新燃起的希望钻进睡袋，很快就沉沉睡去。他们需要好好休息，因为明天一早他们就要向那条公路进发。第2天清晨，大卫和拉菲没有收拾帐篷，他们决定把帐篷留在原地，并留下一本日记，然后轻装前往那条公路。这样的话，如果公园管理员来搜救，就能找到他们的营地和留言。大卫在日记本上画了一张简陋的地图，标注了营地的位置和他们前进的方向。他还写下了两人的姓名、年龄以及联系方式。信的最后，他还留下了这么一段话：我们已经完全没有食物和水了，如果你找到这本日记，请务必确认我们是否安全。做完这一切后，两人便向着昨晚看到灯光的方向出发了。那是一段漫长的跋涉，他们需要翻越一座座的沙丘，穿过密布的仙人掌，稍有不慎就会被扎得鲜血淋漓。通往高处的沟壑更是又陡又滑，每一步都像是在攀登一面光滑的墙壁。他们很快就累得精疲力尽，滴水未进的两人咬着牙一寸一寸地向上爬着。经过数小时的煎熬后，他们终于登上了那道山脊。大卫和拉菲站在山脊顶端，喘着粗气望向前方，但他们看到的却是一片虚无，根本没有什么公路，也没有车辆，更没有任何人类文明的痕迹。两人眼前只有一片一望无际的沙漠，一直延伸到地平线的尽头。那昨晚的那些灯光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后来经过他们复盘，觉得那可能只是星光的折射，或者是疲惫的大脑产生的幻觉。两个年轻人就这样站在荒芜的山脊上，一时竟说不出话来。他们意识到自己已经到了生死边缘。在他们头顶上方，一只秃鹫开始盘旋，似乎在耐心地等待着什么。大卫想要放弃了，他说他们应该回到营地继续等待救援。但拉菲不愿意就这样放弃，他坚持再往前走一段，也许公路就在前面不远处。于是两人又拖着沉重的步伐继续向前走了几个小时。结果相信大家也都能猜到，前方依然什么都没有。最终他们不得不转过身，开始了痛苦的返程。此时他们每走一步都像是踩在刀尖上，每一次呼吸都像是在吞咽砂纸一般。他们一边走一边在心里默默祈祷，希望回到营地时能够看到救援队的身影。但当那顶绿色帐篷再次出现在视野中时，两人的心瞬间沉了下去。帐篷周围空无一人，日记本还安静地躺在他们离开时放置的地方，完全没有人来过的痕迹。1999年8月7日，这是大卫和拉菲在沙漠中的第4天，也是断水后的第3天。拉菲的状况开始急剧恶化，
在极度脱水的情况下，他喝了自己的尿液，但这个绝望的举动没有带来任何帮助，反而让他严重腹泻，身体进一步流失水分和电解质。大卫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他在前几天吃了一些仙人掌果实，这引发了他胃部的剧烈痉挛。更糟的是，他的双腿开始不受控制的抽搐，每走一步都像是在接受酷刑。两人都知道，想要靠自己的力量走出这片沙漠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等待救援。两人用尽最后一点力气，试图制作一个求救信号。他们开始在地面上用石块摆出 SOS 的字样，但他们只摆了一个 S 和 O。当他们去寻找更多石块来完成最后一个 S 的时候，身体已经完全不听使唤了。于是那个未完成的求救信号就那样残缺地躺在沙地上，像是一句被打断的遗言。后来拉菲又想出了另一个主意，他把燃料倒在了自己的睡袋上，然后点燃了它，希望燃烧产生的浓烟能够升上高空，从而被远处的搜救人员或过路的飞机看到。但那些烟雾并没有升得足够高，他们只在低空打了几个转，然后就消散在了无边的荒漠里。当这一天的太阳西沉，黑夜再次降临，却依然没有人前来营救他们。他们终于意识到一切都结束了。大卫拿起那本日记，开始给女朋友写最后的告别信。他的字迹颤抖而潦草，字里行间满是绝望和不舍。他知道自己很可能活不过明天了。拉菲也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自己的遗言。在信的末尾，他这样写道：我不会让秃鹫把我吃掉，你们一定会找到我完整的遗体。写完这些后，大卫和拉菲爬出帐篷，他们坐在星空下，开始了一场漫长的也是最后的对话。两个人都知道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们谈论着各种可能性。从他们超时的那天算起，已经过去了3天，如果有人要来找他们的话，应该早就来了。他们的身体也已经到了极限，死亡几乎已经是无法改变的事了。问题是他们将以什么样的方式死去？是慢慢的被太阳烤干，在无尽的痛苦中耗尽最后一丝生命，还是被那只一直在头顶盘旋的秃鹫啄食，活活看着自己的肉体被撕裂？两个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年轻人从未想过，有一天自己会面对这样的选择。就在这时，大卫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折叠刀，在暗淡的星光下打开了它，然后他把刀锋对准了自己的手腕，割了下去。他不想再受折磨了，只想尽快结束这一切。随着刀锋划过皮肤，鲜血也渗了出来，但大卫已经没有足够的力气了，那道伤口划得太浅，远远不足以致命。他又尝试了几次，但都失败了。最后，大卫放下刀，看向拉菲，绝望地说道： Please kill me and then kill yourself. 沙漠的夜风在峡谷中呜咽着，两个年轻人在黑夜中对视良久，最终拉菲点了点头。两人回到了帐篷里，大卫躺在地上，他解开衬衫的扣子，把衣服向两边拉开，露出自己的胸膛和肋骨。在沙漠里断粮断水的这几天，他瘦了很多，现在肋骨的轮廓都清晰可见。拉菲跪在他身边，手里握着那把4英寸长的折叠刀，他把刀尖对准大卫的肋骨下方，那里是通往心脏最短的路径。大卫看着自己最好的朋友，轻声说道： Do it. 于是拉菲开始向刀上施加压力，但他却怎么也刺不进去。人体的肌肤比他想象的要坚韧得多，而他的双手几乎已经没有力气了。大卫的脸因为疼痛而扭曲，嘴里发出痛苦的嘶吼，但他没有叫拉菲停下来，相反，他开始催促拉菲。 Harder, come on. 拉菲咬紧牙关，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那把刀上。终于，刀锋刺破了皮肤，划过肋骨之间的缝隙，扎进了那颗还在跳动的心脏。但大卫没有立刻死去，他的身体剧烈地颤抖着，嘴里发出痛苦的呻吟。拉菲用一只手捂住他的嘴，另一只手继续把刀往里推，直到大卫完全停止了动作。做完这一切后，拉菲久久地跪在好友的尸体旁边，浑身发抖。然后他开始挪动大卫的遗体，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把大卫拖出帐篷，拖到几米外的一块空地上。他找来周围的石块，一块一块地堆在大卫的身体上，把他埋葬起来，以免他的遗体遭到秃鹫的破坏。这也是他为自己的好友所能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做完这一切后，拉菲已经完全精疲力尽了。他爬回帐篷躺下，静静等待死亡的降临。按照两人的约定，他原本应该用同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但他却没有这样做。也许是因为他太累了，以至于连举起刀的力气都没有了。也许是因为独自面对死亡的恐惧远比他预想的要可怕得多。最后，他躺在帐篷里，陷入了半昏迷的状态。他不知道自己躺了多久，更不知道外面是白天还是黑夜。他只是躺在帐篷里，等待着死亡的来临，或者等待一个奇迹的发生。1999年8月8日上午，
公园巡护员兰斯马特森正沿着通往响尾蛇峡谷的小路走着，想着尽快完成这次的任务，然后就能回去吹空调了。他心里暗暗痛骂着那2个麻烦的游客，想着一定要给他们开一张罚单。但当他看到那顶绿色帐篷，闻到那股焦糊味的时候，他开始意识到事情也许没那么简单。他拉开了帐篷的门帘，看到里面躺着一个形销骨立、几乎认不出人形的年轻人。那人正是拉菲。他还活着，但已经奄奄一息。他用沙哑的声音说道： Please tell me you have water. 兰斯把水壶递给他，拉菲拼命地喝了几大口，然后兰斯问道：另外一个人在哪儿？拉菲没有说话，他只是用手指向帐篷外面的某个方向。兰斯转过身，但他却什么也没看到。接着他向拉菲指的方向走去，却差点被地上一堆奇怪的石块绊倒。兰斯蹲下身，移开了其中一块石头，接着大卫的脸赫然出现在他眼前。后来才知道，大卫和拉菲的营地距离他们停放汽车的那个停车场其实只有15到20分钟的步行路程，也就是说他们对距离的记忆并没有错，但是却走错了方向。我们想啊，如果他们当初选择了另一个方向，如果他们没有追逐那片虚幻的灯光，如果他们多带了一些水，如果大卫再多坚持一个晚上，这个故事也许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但可惜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如果。后来拉菲被紧急送往医院，经过抢救后脱离了生命危险。2000年5月11日，他以谋杀罪被起诉，他当庭认罪，并被判处16年监禁。在审判过程中，拉菲始终坚称自己的行为是一种善意谋杀。他说是大卫主动要求他这么做的，而他自己原本也打算随后自杀，实现他们之间的约定。所以严格来说，这算不上谋杀，而是经过双方同意的自杀协议。大卫的家人相信了拉菲的说法，在他们看来，拉菲也是这场悲剧的受害者。那把刺入大卫心脏的刀同样刺穿了拉菲的人生。另一位法官在复核此案后也认为拉菲的陈述具有可信度，最终拉菲只在监狱里待了16个月就被释放了。但关于那个沙漠里的夜晚，帐篷里究竟发生了什么，除了拉菲之外没有任何目击者。大卫已经永远无法开口，我们也只能听取拉菲的一面之词。至于他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大卫主动要求他结束自己的生命，还是说在极端环境下2个人之间发生了某些更加复杂和黑暗的事情，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知道答案了。但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如果大卫和拉菲在出发那天听从了公园管理员的建议，每人携带至少1加仑的水，这个悲剧就不会发生。沙漠从来只遵循着最简单也是最残酷的法则，它会惩罚每一个对自然缺乏敬畏之心的人。那只秃鹫最终没有等到他的大餐，但他并不着急，因为在这片沙漠里从不缺乏下一个低估他的人。